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2003年12月底，在新的一年即将到来的前2天，某个地方响起了一个刺耳的枪声。然而，这个枪声既不是告别即将过去的2003年，也不是为了迎接全新的2004年，因为这声枪响过后，一颗子弹打在了一个只有27岁的小伙身上。这颗子弹的背后，是27岁小伙和73岁老人的一段孽缘。故事最开始的地方还得从中国山西省的寿阳县说起。1976年3月，在当地一个小村落里，随着一声清脆的哇哇哭啼声，一个叫做郭元斌的男孩来到了这个世界。年幼的郭元斌虽然长得很讨人喜欢，但是他的家境却很让人讨厌。6口之家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，自然而然，郭元斌没有心思去领悟带有黄金屋的知识，而是选择直接和人民币握手。初中辍学后，15岁的他就只身前往北京，在海淀区的一家汽车修理厂当学徒。白天，郭元斌除了要跟师傅学技术外，还要负责打杂跑腿，忙的是连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。晚上收工后，他常常是累得到头就睡。本以为来到北京干上几年就能够出人头地，结果技术还没学会，就已经累得怀疑人生。由于性格内向，所以郭元斌从小就不太爱说话。在北京，他身边除了几位同事外，几乎没有什么别的朋友。走在偌大的城市里，他感觉自己好像就是空中的一粒尘，渺小而卑微。有时候看着街道上的车水马龙，他感觉自己好像完全不属于这个城市。因为性格老实，加上嘴巴说话直接，年轻的郭元斌没少吃亏。世态的炎凉，人情的冷暖，在不停地损耗着他身上那份从农村带来的质朴。可即使如此，他内心里仍旧充满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当了5年的学徒后，20岁的郭元斌就转到了北京西城区的一家汽修厂，在里面当了一名正式的汽修工。工作稳定后，他就回到老家，匆匆忙忙结了婚。由于一系列原因，郭元斌的妻子没有和他一起回到北京打工。起初，郭元斌本以为男人只要娶了老婆就不会无所事事，或者说整天东想西想。然而回到北京之后，他才发现，娶了老婆、开了婚的男人才更容易想入非非。每次走在街上，看到那些热情奔放的女孩时，他的思绪总是越飘越远。郭元斌很想长期生活在首都北京，毕竟这里比山西老家好太多了。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，一条条四通八达的马路。然而，扎根北京的门槛又似乎遥不可及。一忙下去，时间就过得特别快，转眼之间就来到了2001年2月。处于冬季末尾的北京难得出现暖阳，但趁着休息时间，郭元斌就来到了西城区南礼士路的街心花园里闲逛。可他根本就不知道，这个小花园聚集了很多同性恋，他们来这里的目的大多都是为了寻找同道中人。就是从这里开始，一个老人彻底改变了郭元斌的命运。郭元斌在花园里漫无目的的闲逛，最后走累了，就坐在小道上的一张椅子上休息。而就在这时，一位70岁老人在他身边坐了下来，还主动向他搭起了话。老人说自己是建筑公司的退休工作人员，名字叫做王晨启，妻子呢已经去世3年，目前呢自己独自住在西城区的万民园小区，只要一有空时就会来到这里散心。那出于礼貌，郭元斌和这位大爷呢就聊了起来。一段时间后，2个人还熟络了起来，经常在公园里见面聊天。而随着交往的深入，郭元斌平时不愿意向别人提及的心里话也全都说了出来。而王晨启对郭元斌也是格外的关心，经常询问他工作还有生活的状况，这让常年漂泊在外的郭元斌感到了一丝的温暖。别人都说年龄差距是道鸿沟，可他觉得自己跟这位大爷一点鸿沟都没有。而在郭元斌的眼里，这位大爷就是一位和蔼的长辈，愿意倾听自己心中的苦闷。转眼之间就过了4个月，6月19号这天晚上，公园里柔人寥寥，无聊的郭元斌与王晨启2个人仍然在闲聊。那聊着聊着，2个人就聊到了男女之事上。
起初郭元斌觉得很别扭，自己一个20岁的小伙子，居然跟一个70多岁的老头聊这种事情。而作为过来人的王晨启，对这种事情可以说早已经是轻车熟路的老司机。他分享的内容让郭元斌直接面红耳赤。正如那句话说的，你大爷还得是你大爷。正当郭元斌侃侃而谈时，大爷突然将手放在了郭元斌的大腿上，还轻轻地抚摸起来。郭元斌惊诧地抬起头，看到大爷那奇怪的眼神，他一度以为大爷把自己当成了他儿子。可接下来大爷做的事情就远远出乎了他的意料，因为大爷居然提出想看郭元斌下半身生殖器官的要求，这让郭元斌错愕不已。但是大爷那双充满期待还有认真的眼神又不像是在开玩笑。那被一番软磨硬泡之后，郭元斌居然同意了这个要求。那大爷的手就像蛇儿一样迅速地贴了上来，开始在郭元斌四处游走。随后大爷还蹲在郭元斌裤裆面前，亲口做了不可描述的事情。而那一次，郭元斌第一次在公众场所踢了一次世界杯，而帮他射门的人居然是比他年长50岁的七旬老人，这想想都觉得非常的荒唐。但是这种像开天辟地的多巴胺却一直偷偷在脑海里怂恿着郭元斌。其实说到这里，大家可能已经能看出来，70岁的王晨启其实是个同性恋。根据资料，他的2女儿也在北京工作和生活，平时有空时就会过来看望他。根据记者的走访调查，王晨启早在19岁时就已经开始了同性恋生活。也许正是因为如此，他的同性经验才会如此丰富，很容易让郭元斌不可救药地迷恋上他。而王晨启也非常喜欢这个充满活力的小伙子，喜欢郭元斌对他的依赖还有照顾。那此后这2个人似乎就迷恋上了这种刺激的行为，还多次在公园里踢世界杯。那即使如此，郭元斌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变成了同性恋，因为在他的字典里根本就没有这3个字。他只是觉得在王晨启的帮助下，他身体里那股涌动的滚烫岩浆成功找到了一个喷射的出口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这种生理上的多巴胺已经悄然留下了火种，只要被大风一吹，便是一场熊熊大火。郭元斌虽然年轻英俊，但是在北京终究是个打工仔。纵使他无数次想成为打工皇帝，但是每一天睁开眼睛后，他的现状都没有丝毫改变，一直都是那个被剥削的底层劳动者。而踩在郭元斌上面的主宰者，要么有权，要么有钱，要么就是有性。可是这3条提升阶层的钥匙，郭元斌是一条都没有。但是遇到王晨启后，他就发现自己似乎拥有了最后一把钥匙，并且王晨启还亲自帮他开了门，就等他一脚踏过去，开启新的人生。到底是对还是错，这些已经都不重要了。而对于期待在大城市翻身的郭元斌来说，他的脑海里就已经只剩下多巴胺，因为他已经深陷其中无法自拔。而在王晨启的金钱诱惑和肉体刺激下，郭元斌似乎找到了期待已久的归属感还有存在感。在他看来，既然女人可以用自己身体作为本钱，那么为什么男人就不可以呢？毕竟大家都是殊途同归而已。2001年7月初的一天中午，王晨启就邀请郭元斌到自己家里玩。郭元斌毫不犹豫就答应了，并且在他家里和他发生了关系。7月的酷暑再热，似乎也抵不上这2个人的身体上的燥热。此后，这2个人将约会地点由小花园改为了王晨启的住所。而每次完事之后，王晨启都会晾晒自己的被子，以备下次使用。而其实对于郭元斌而言，此时的王晨启就是他的亲人，甚至是他的爱人，他情感上的全部寄托和依赖。他已经没有办法离开王晨启，所以他很珍惜与他的感情。每次当未发鸡蛋，他自己都舍不得吃，全部都送给了王晨启。王晨启舍不得花钱，常去女儿家蹭饭吃。郭元斌知道后，就会经常给他买盒饭。一时之间，我们不知道到底是谁包养了谁。其实这些东西放在我们外人看来，肯定会觉得荒唐至极。但是对于当时的郭元斌来说，他已经完全不介意了，
甚至还有种像谈了恋爱的小伙子，隔三差五就去找自己对象玩。根据资料，王晨启和他的二女儿王志芳住在同一个小区，中午只要有空时，女儿都会给他做饭。作为常客的郭延斌与王志芳也很熟，王志芳觉得这小伙子待人真诚、细心体贴，所以非常支持父亲和他的来往。后来有一次，王志芳直接就目睹了父亲还有郭延斌的亲热，但是他当作什么也没有看见，因为他早就知道父亲有同性恋的爱好，之前也试图多次改变父亲这种性取向，但是一直都没能成功。而之后类似的情况还发生了好几次，而每一次王志芳都是在无意中看到了父亲和郭延斌在纠缠。事后呢，他也只是劝告父亲要好好对这个小伙子，不要再找其他人了。可是他根本不知道，他的父亲根本就没有听进这番话，在找郭延斌玩耍的同时，还一直和其他男性保持着肉体关系，而这也为接下来的事情埋下了伏笔。在和王晨启继续保持特殊关系的1年后，郭延斌经常感到尿痛。2002年下半年，他到医院检查，结果被诊断出患有非淋菌性的尿道炎。而在这之后，郭延斌就开始经常发低烧，浑身无力，做什么事也提不起精神。有几次修理汽车时还差点出了意外。郭延斌就怀疑自己得了艾滋病，于是急忙找来有关艾滋病方面的资料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这书里说的不就是自己吗？同年12月，他再次到医院检查，结果被医生告知患上了艾滋病。从医生口中听到这3个字后，他感到晴天霹雳，床上是很爽，床下火葬场。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居然会成为患上艾滋的幸运儿。郭延斌仔细想了一下，他觉得自己不可能是被妻子传染的，因为这1年里自己只和王晨启发生过关系，所以毫无疑问，罪魁祸首就是王晨启。可即使是这样，他也没有怨恨王晨启。和王晨启在一起的这1年，是他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。这个老男人带来的温暖还有关爱，赶走了笼罩在他心头多年的孤独还有寂寞。王晨启就是他相依为命的爱人，有王晨启陪着自己走黄泉路，那还有什么好怕的？所以即使被确诊艾滋后，郭延斌仍然一如既往的去找王晨启玩耍。可仅仅过了2个月后，郭延斌就被检查出患有梅毒疱疹，多种性病叠加在一起，让他苦不堪言。纵使他以为死期不远，但在情感上他却越来越依恋王晨启。2003年春节时，身心俱疲的他就回到了山西老家，与老父亲和妻子过了个团圆年。看着眼里充满期待的妻子，郭延斌也很想好好温暖妻子，但是他知道，要是真的这样做了，那就等于害了妻子和家人。晚饭后，他早早就独自睡下了，一连几天，他都尽量避免和妻子发生关系。妻子也感觉到很纳闷，但是考虑到丈夫的工作并不轻松，也就没说什么。相反，她还做了很多好菜，让丈夫补充营养。虽然妻子多次让郭延斌在家里多休息几天，可是春节一过，郭延斌就以老板开工为由，匆匆离开了山西老家。2003年3月1号这天，正值1年的春季开端，郭延斌在公园里见到了王晨启，2个人闲聊了一会儿。也许是春节期间2个人分开的时间有点久，郭延斌忽然觉得王晨启似乎在刻意疏远自己。2个人在公园里吃了盒饭，淡淡的说了几句话后就各回各家。晚上9点左右，郭延斌忍不住给王晨启打了电话。拿起话筒，郭延斌刚准备说话时，就听到话筒里传来了其他男人的声音。平时这个时间，王晨启早就已经睡觉了，而今天这么晚了，谁还在他家？郭延斌没有说话，王晨启喂了2声之后就挂断了电话。但是好巧不巧，由于话筒没有放好，导致郭延斌听到了床的响声，还有王晨启的声音。这声音他是再熟悉不过了，因为他自己每次和王晨启在床上玩耍时，对方都会发出这种声音，但是今天这个声音却格外的刺耳。此时郭延斌的感觉无非就是2句话：头上顶着一片青青大草原，心里跑着一群狂乱的草泥马。放下电话后的他可以说是怒火中烧。
对于早期的郭元斌来说，他可以忍受病痛的折磨，甚至不怪罪王承启把性病传染给他，但是唯一无法接受的就是王承启的背叛。在将近2年的时间里，郭元斌在衣食住行上对王承启可以说是非常的好，可是王承启居然在背后和其他男人乱搞。躺在床上的郭元斌是越想越气，最后他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王承启引起的，如果不是他，自己怎么会得这种怪病？自己又会怎么揉老婆都没得碰，就怎么会连正常人的生活也过不了？既然你无情，那就休怪我无义。第二天，郭元斌就从宿舍抽屉里找出了一把壁纸刀。下午4点半左右，他就骑着自行车来到了情人王承启的小区。对于郭元斌的突然到来，王承启有一些意外。郭元斌进门之后，一眼就瞥见了阳台上晾着的被子，他心中的怒火立马就窜高了一大截。因为王承启有个习惯，每次和别人发生关系后就要晒被子，而此时的被子在白花花的阳光下显得格外的刺眼。看到这张被子，郭元斌就证实了昨晚在电话里的听到的声音。他知道王承启又和别的男人搞上了，不过他的愤怒并没有直接表现出来，而是假装什么事情也不知道。他在附近的饭店里买了几个小菜陪王承启一起吃了饭，期间呢还小酌了几杯。而到了傍晚6点半左右，2个人就上床发生了关系。不过这一次，王承启的声音却让郭元斌感到无比的恶心。他强忍着做完所有的流程，完事之后，王承启精疲力尽地躺在床上睡着了，而郭元斌躺在床的里侧也睡了一会儿。而到了晚上8点多时，他醒了过来，看到王承启仍然在熟睡，他就认为下手的机会到了。从阳台的工具箱里，他翻出了一个大号扳手，然后朝着王承启的脑袋直接狠狠地砸了下去，1下、2下、3下，一举一挥间，房屋里立刻多了很多血迹。73岁的王承启根本就没有任何机会反抗，直接就排队走进了阎王殿。确定王承启死后，郭元斌就把被子盖在他赤裸的身体上，又用枕巾蒙住了他的脸。做完这一切后的郭元斌用颤抖的手点了根烟，然后坐在床边吞云吐雾，看着床上的尸体还有大片的黑紫色液体，他的思绪是越飘越远。他想起了他15岁那年自己独自来到北京闯荡时的情景，无依无靠，孤孤单单，在这里挣扎奋斗了10多年，也在孤独寂寞里煎熬了10多年，好不容易找到了情感上的归宿，可是这个归宿却让自己染上了不治之症，还背叛了自己。想到这里，郭元斌就不由得流下了泪水。他揉了揉眼睛，觉得不能就这么便宜的王承启，所以他就从兜里掏出了美工刀，撩开了王承启身上的被子，直接割下了他的生殖器官，然后扔进了厕所的马桶。接着他又回到卧室里抽了根烟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手中的烟有点像炸药，整个人是越抽越恼火。他站起身来，到厨房里找了一根30多厘米长的擀面杖，直接插进了王承启的肛门里。而做这些事情时，郭元斌的大脑里可以说是一片空白。即便此时的王承启已经下了地狱，但是郭元斌觉得还是不解气。在处理了王承启的身体器官后，他累得精疲力尽，看着床上的尸体，他的内心里产生了一股巨大的绝望。他亲手把自己的爱人给杀了，从此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能够像王承启那样爱他。可是他转头一想，自己才27岁，却要为一个70多岁的老头偿命，这实在不值得。余恨未消的他就想到了情人41岁的二女儿，也就是前文中的王志芳。作为女儿，明知道父亲在外面和别人乱搞，居然也不阻止。这女人和她父亲一样，也是个王八蛋，杀1个人是死，杀2个人也是死。想到这里，郭元斌就翻出了电话本，给情人的女儿王志芳打了个电话。从郭元斌口中获悉父亲发病后，中午12点半时，王志芳就匆匆赶到了父亲所在的单元。可是一进门就看到郭元斌神色慌张，王志芳心里一沉，莫非父亲的高血压又犯了吗？他快步向卧室走去，可谁知道刚走了2步，他的后脑勺就被人用扳手敲晕。倒在地上后，他一边挣扎一边爬行，可是还没爬多远，就又被郭元斌补了几锤。
看到王志芳无法动弹后，郭仁斌就拽起他的双脚，将他拖进了厨房，然后将他身穿的棕色大衣从后背掀了起来，盖在他头上。就这样，一屋两面，王志芳成为了父亲的殉葬人，不明不白就离开了这个世界。一切结束后，郭仁斌就想起了老家的亲人，他知道自己是难逃法网，所以就想在被抓之前回老家看看。他把现场简单收拾了一下，脱下身上的睡衣，换上了情人干净的衣服，又从情人女儿身上翻出了200多块，还有一部手机，然后锁好门就骑车回到了单位宿舍，然后换上自己衣服，而在路过路边的垃圾箱时，还顺手丢掉了作案证据。3月3号下午，他就离开了北京，准备去往人生中倒数第2个终点站山西老乡。案发当天晚上，王志芳的丈夫发现妻子突然失联，打电话给岳父，也是一直没人接听，所有的手机和电话都无法接通。这样的情况以前从未出现过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始终没有岳父和妻子的消息，不祥的预感让他愈发不安。到了晚上10点，他来到岳父家敲门，却发现门内毫无动静，最后只能打电话叫来开锁师傅。可是，一打开门之后，就看到了惊悚的一幕：妻子和岳父双双在房里遇害，通道里还有明显的血迹残留。而此时已经是晚上11点半。随着警笛声的响起，案发小区警戒线就围满了吃瓜群众，大妈大叔你一句我一句，生怕别人不知道小区里发生了命案。法医检查后发现，王晨启还有他女儿2个人都是遭遇到钝器击打头部，导致颅脑损伤死亡。而更加令人震惊的是，当时73岁的王晨启，他的生殖器官居然被人残忍割下，现场可以说是十分的血腥。而在当时，这种事情北京警方还是第一次遇到，他们怎么也无法理解谁会阉割一个已经73岁的老人。邻居表示，此前一直有陌生男子来找王晨启，起初他们以为这些人都是王晨启的亲戚，直到在后来几次中，因为一些奇怪的事情，他们才隐隐约约地猜出王晨启这是在叫鸭，而其中一个鸭就是郭仁斌，外号郭子，一个年纪只有20几岁的小伙。案发5天后的3月6号，警方就在郭仁斌亲戚家里将他抓捕，而面对警方，他就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犯罪事实。审讯过程中，他一直反复强调，被王晨启染上艾滋而背叛后，自己觉得非常的恼火，这才动手杀了他。事后他觉得非常的后悔，可是当他说出后悔这2个字时，事情已经没有了任何回旋的余地。2003年11月，北京市第1中级人民法院就以杀人罪判处他死刑。对于我们外人来说，我们很难相信一个年轻英俊的25岁小伙竟然会爱上一个同性的70旬老人，并和他保持了2年多的肉体关系。而更让人难以相信的是，年过70旬的老人居然花心不改，同时和其他同性保持着肉体关系。一时之间，我们不知道到底该说是郭元斌太残忍，还是该说王晨启太活该，更不知道到底是70旬大爷包养了年轻小伙，还是年轻小伙包养了70旬大爷。他睡了他，他也睡了他，最后大家一起睡在了地狱里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